大家好，我是 Rell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本期视频主题呢，看标题就知道是关于衣橱改造。那背后这个呢，就是我平时一直在用的一个小型，大概4平米的步入式衣橱。那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长什么样。那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顶灯换掉了，这是一个相对现代化一点的吸顶灯。那可以看到里面也不能说乱吧，就是比较不合理的一个结构。浪费了很多的收纳空间。这种铁架子呢，就是在美国很传统的也是比较廉价的一种。那这也是前任屋主打的，我们就一直在用，因为比较懒嘛。我就忍无可忍，决定开始把这个整个衣橱给改造掉。那接下来的第一步呢，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清空。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铺满了，然后衣橱里面也大概随便挂了一些。接下来展示一下我的衣橱设计过程。我使用的是宜家的 PAX 衣橱系统。那在任何国家的宜家官网都能找到这个在线设计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这个非常好用，它可以360度或者左右旋转。然后呢，这就是我设计完的样子了，直接呈现给了大家。那其实最后的效果，我的左边还会有另外的2个柜子，那不是宜家的大家最后可以看一下。然后这边就交代一下，我的衣橱面积大概是1.55米乘以2.55米，那算下来就45入是4平米，大概是43 square feet，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参考。你一开始进入这个页面的时候，就要输入自己衣橱或者衣帽间的长宽高。在页面的右边呢，你就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可以添加各种配件，什么裤架放珠宝的，或者说隔板抽屉等等。那这个系统还有其他的颜色选择。那在我完工之前，我也去和小伙伴去宜家的店里实地观察了一下，还是白色更加适合我。那接下来就赶紧开工喽，给大家快速展示一下整体的安装过程。OK， 前方高能预警Handy Girl 再次上线。首先把这个铁架子全部都拆掉了，然后呢就会留下很多的钉子洞，再用专用的补洞产品把钉子洞补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为了节省空间宜家这个衣橱虽然后面留了一些位置给贴脚线，但它的设计不是很合理，所以我要把墙角的贴脚线全部用撬棍给它撬掉。这个时候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时刻了。那接着呢，我的助手在另一间比较大的客卧开始安装第一个柜子。那我顺便把墙角的这个位置用戴森吸尘器清了一下缝隙，然后就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把第一个柜子安装好了之后呢，就搬进了这个衣橱，要把它固定在墙上。那第一天体力有限，我们第2天白天紧接着继续开工。我们选择的这款应该算作蝴蝶型的膨胀螺丝比较 heavy duty， 能承重大概230多磅。然后宜家的这些衣柜本身都是要跟墙壁固定在一起的，这样比较安全放心一点，所以这个步骤也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必备工具就是这个木工固定夹 bar clamp。宜家因为提供了螺丝把2个柜子可以连通的固定在一起，所以这个工具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完成了3个柜子，又到了激情四射的抓漆时刻。我目前装好上面这个晾衣杆，然后下面也会是一个晾衣杆。那先挂一件大衣，看一下间距。那装了一些隔板，还有几个抽屉，还有裤架。那目前看来大概的样子已经有了。接下来把我在其他房间
以及装好的抽屉都给安装上去。其实大家不要看这个过程好像很快，其实安装每个抽屉都还蛮累的，蛮复杂的。接下来呢，就到第3天，我仍然在安装抽屉。那这个抽屉大家看一下，跟其他不一样，就是它表面这一块是透明玻璃的，应该算是宜家的新品，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攻略都没有看到有人发过，希望我是首发也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另一个柜子也会有好几个抽屉。那宜家的抽屉它都是带阻尼的，或者说叫液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还有收尾工作就是把我一个 vanity tray， 也就是放首饰的抽屉给它装上去。强烈推荐这款瓦瑞拉的洞洞堵，应该是治疗强迫症的必备产品。那就把它塞进每一个你不需要用到的洞洞里面，注意一下，最好不要用手指一个一个去塞，否则你的手指就会很疼。接下来的话，我要用消毒纸巾把橱柜都擦。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目前的 after 效果，全部都是宜家的 PAX 系统暂时完成之后就长这样，是不是和之前有特别大的变化？那这些放珠宝首饰的 tray 也放好了个人还挺喜欢它的这个设计的。那看到这里也请大家不要走开，之后还会有另外的2个柜子的安装，以及把衣服全部放进去之后最终的效果。那我们就马上回来。这个洞洞呢跟宜家的一样大，正好也能用上这个洞洞堵。3年前我刚搬家的时候就买了2个大柜子，本来就准备打到这个衣橱里来的，那因为一直很懒惰，就拖到了现在。一个柜子呢是放鞋，另一个放包。那我现在把我自己也改造了一下，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closet tour， 那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可能比较细心的朋友有注意到门不见了，因为我们把门直接拆掉了，所以呢，就不会浪费门背后的这个空间。首先给大家看一下。门口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全身镜，然后这边放了一个脏衣篓因为还是觉得从衣橱出来这边扔脏衣服比较顺手，所以就还是保持了原来的这个设计。那紧接着我们再回到进门的地方，一整个架子呢都是给我室友准备的。那他的衣服实在是太少了，那这一格呢就都是毛衣，等于是换季的一个收纳。然后接下来这一格呢就是 T 恤现在有点乱了，因为它每天都会翻一圈，所以就算我叠得再整齐，总归会乱掉嘛。这个就大家就明白就好。那这个抽屉呢，里面都是内裤和袜子，我就不拉开了。然后接下来这一格呢，就是一些运动系列的，也是为了督促他多锻炼身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宜家的这个裤架，然后这边挂了2个是脏衣篓的替换脏衣袋。就比较顺手嘛，因为这边空间还多了很多，它裤子太少了。这个轨道的话顺滑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放满的话，里面的这条裤子就没有那么的方便拿取。然后最上面这一格呢，就是买了宜家他们自己的这个收纳袋吧，收纳筐。毕竟这个地方是没有门的嘛，所以一些换季衣物的收纳用一个这样的筐把它密封起来。这个门我要说一下，就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因为之前有门的时候，我们也是习惯了从来不关，几乎3年都没有关过门，所以有没有门对我们来说是 OK 的。如果大家自己觉得不 OK 的话，也不要来喷我，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做一些设计就可以了。
然后呢，后面都是现在最常穿的当季的一些 top， 也就是上衣系列还有一些长裤。那这边有一个这个可以拉出来的轨道，我还挺喜欢的，就挂了一些零碎的一些东西的。重点来看一眼，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了。然后这一排呢是我的墨镜和一些装饰眼镜、镜框等等。这一边呢就是一些大一点的或者是长一点的耳饰，没有什么很 fancy 很值钱的品牌。那项链的话可能相对贵一点吧。然后这边呢都是一些大部分是淘宝，还有美国一些小众品牌的耳饰。那这边就是之前有开过箱的耳环，那还有一个小箱的钱包。这边呢就是戒指盒，还有里面是2个男士皮带。很多人有不同的设计，而且宜家有其他的这种风格的选择，几乎把我的饰品都放进去了，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抽屉也要重点说一下，就是以前大家看到的都是这边是没有边框的，就直接手是摸在玻璃上把它打开的，我自己不太喜欢触碰玻璃的那个触感。那这个抽屉里面都是一些睡衣袜子、内衣等等，就不给大家看了。那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夏季，也就是当季的一些也比较乱，也就是这个季节会穿到的一些裙子等等。然后接下来也是当季的一些收纳，就是可能不太会穿，但是还在犹豫的系列。接下来这个呢，就都是一些毛衣、卫衣等等，也就是换季的收纳。这个大柜子就特别简单，一共就2个衣架。上面呢都是一些冬季的大衣，还有一些夏季的长裙。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男女的短裤，还有可能有几条牛仔裤吧，因为牛仔裤比较多。虽然这个地方我没有选择它的转角柜，因为我觉得转角柜太浪费空间了。其实横里面的裤子和衣服，我人还是可以钻得进去的。那接下来到这一格，这个很可惜我选择是29英尺的宽度。那这个位置其实空了一块，就差那么大概一手指的距离就能买那个最快的39了。然后上面呢一半一半吧，这边是男士的T 恤衬衫等等，这边呢就是我女士的T 恤，还有一些外套，不太想折起来就挂在这里。下面这个空间就被我暂时放置了一些草帽，目前还不知道草帽要去收到哪里去。这个抽屉呢就是我的运动服系列，其实挺羞耻的，也没有怎么运动，但是就挺爱买运动系列的，因为运动的感觉就让人觉得很年轻嘛。然后第2排呢就是我的帽子嘛，还有一些冬季的怎么说呢，都是 accessories。就这边是围巾耳罩，这边是一些 new bra 什么安全裤等等我觉得以后还可以放更多的东西，还有空间。那在下面一个就是冬季的毛衣，还有一件卫衣这样的收纳，因为我特别爱买毛衣。对，所以下面这一柜也是毛衣，会常穿的和不太常穿的，或者说一定不会穿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来收纳的。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反正就是它可以在犹豫今天要穿什么的时候就顺手这边挂一下。然后呢这边空间我也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下面这个空间我买了个梯子因为这个柜子顶上不太够得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淘宝页面目前还在海运，还没有收到。然后呢也买了一个像脏衣篓一样的，这个你可以看一下我是用来放一些不太想要的、想捐掉或者卖掉的衣服。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我准备挂一个挂钩，可能会挂一件重要的衣服在这里作为一个收纳。然后这儿呢就是一面镜子，这边动眼我还没有补上，没有镜子衣帽间还是觉得不太完整。那咱们换个角度介绍一下鞋柜和包柜。这里是一些我不太常穿的高跟鞋或者平底鞋，下面专门留了空间放了3双靴子。包包的话我目前都是用防尘袋罩住的，那以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就保持一点神秘感。其实也没有几个包了，然后这里是几个包装盒也可以做一些小配件的收纳。那重点介绍一下这下面的这个裤架是我自己打上去的2个是从淘宝空运过来的。然后呢根据这个柜的深度选择了大概是35厘米吧，我可以挂大概7条牛仔裤，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牛仔裤深度爱好者，所以就是挺宝贝自己的牛仔裤的，一定要给他们专门设置一个空间。裤子衣架吧，叫鹅形的我是在淘宝上专门找到了这种比较短的，就不那么占空间。买普通的那种裤架的话，这边会多一大截，大家也可以选择那种小孩用的
裤架。那这个也是我比较满意、比较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设计想法。然后目前整理下来呢，这2坨都是不要的衣服，我准备这一坨呢，可能就捐给 Goodwill， 然后这边呢想办法。可能有各种二手网站啊，看看能不能把它卖掉。最后呢，再来总结一下这个宜家的这个 PAX 系统的一些我自己觉得优点和缺点。那优点呢，主要就是性价比非常高，总共的花费大概是1400美元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配件选择非常非常多，也安装起来也比较无脑，就对于小白来说都是可以自己 DIY 的因为在美国人工非常非常贵嘛，但缺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选择长、宽、高、深度等等比较局限一共就那么几种你可以组合搭配的那个选项，所以就是对我来说会有一些遗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安装的时候非常容易把漆给刮掉，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宜家毕竟它质量的话，肯定不能跟那种实木或者说高端一点家居品牌去做比较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它的一些小螺丝啊，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它没有做成白色，或者说没有给你一个把那个小螺丝孔给贴住的一个贴纸，多花不了多少成本，或者说哪怕就再稍微涨一点点几块钱的价格，就能给你一个更加完美治愈强迫症。觉得这也是宜家可以稍微改进一下可以做到的。那这就是我自己安装下来使用下来总结的一些优缺点如果大家有更多想法的话，欢迎补充。那我决定就在这儿结束这一期的衣橱改造视频吧，希望大家看得开心。然后呢 B 站的小伙伴呢，欢迎给我一键3连，还有其他平台的小伙伴呢，欢迎给我点赞，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那就我们下期再见吧，拜。